上午是个阴天，没有太阳。中午在家炒了2个下酒菜，饱餐一顿。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把那个被子在那个阳台上晒一下，然后搬把椅子到海边吹吹风啊，晒晒太阳。顺便呢就录个视频，闲聊一下，也算是一个记录生活吧。我还是再声明一下，就是有的网友呢，他说，找我做这种移民的中介啊，我不是移民中介啊，我也不做移民的这个工作，因为呢，我觉得就是做这个移民的生意吧，首先你真的得心里面100%的去认同，对吧？因为你做这个事情肯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啊，你肯定会，我觉得会把这个移民的东西说的有多好啊。但是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也不会去做这个生意，我也不想就是违背自己的心愿去赚这个钱。但是呢，我当然啊，就是我也接受一些咨询，对吧？就你如果觉得你想移民，看看自己是否适合，那么站在我的个人的角度啊，我可以讲一些我真实的感受，对吧？那么有的当然是我会录一些视频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些这个视频。那有的肯定有一些视频里也没办法详细说的，对吧？因为每个人情况也不太一样，那么也可以约我去做一些咨询啊，这个我是很乐意的，对吧？啊，因为确实如果这个移民这件事情是个大事，走错一步的话，那不光是时间耽误了啊，也要损失很多金钱，可能人生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些转折啊。那么有一个网友呢，啊，跟我也挺熟了，反正前前后后呢也咨询过我好几次了。那么他呢，今天希望我就是录个视频啊，就是给他讲讲这个啊，就是到底啊，从中国移民到西班牙来，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啊？我其实觉得呢，挺纠结的人其实真的也挺多的啊，这个是正常的啊，因为每个人。年纪轻的还好，对吧？反正就一个人吃饱就不愁了。那年纪大的人，拖家带口的，那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从性格上来讲呢，我觉得如果犹豫很多的，我就不建议了，我就不建议真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生的选择，我觉得有很多啊，就不见得这个一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对吧？尤其是你自己本来就很纠结嘛。就像这个，有时候你打牌啊，或打麻将，你心里面就觉得这张牌不应该出，或者说这个不应该去下这一把的注，对吧？啊，那你不下还好，你下了以后，你心里面就一直反悔啊。那有的人他性格不是这样，可能他损失就损失了啊。那如果就是性格本身就挺犹豫的，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应啊。那么可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你就会反反复复的想起这个事情，对吧？就觉得有点恶心啊。我认为吧，不能够说，从中国到西班牙来移民就什么有好有坏的啊。我只能说，就是你会得到一些什么，你会失去些什么，对吧？因为，嗯，我相信啊，就是有很多人都赞同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在中国生活也有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好处，这个是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说啊，很多外国人他也这么说，对吧？啊，现在也有很多外国人，包括过去就有很多外国人，他也在这个中国的一些城市生活啊。那当然了，也有些人离开了，对吧？所以说，每个人啊，得到的一些东西和失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呢，就尽我所能吧，大概的讲一讲，讲到哪儿就是哪儿，对吧？首先呢，我觉得如果啊，就是在像在这边啊，在西班牙，如果就是在吃喝生活上啊，就这种生活日用品吃喝上面，你是有一定要求的啊，比较喜欢好一点的产品的，对吧？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说优质的橄榄油啊，西班牙的优质的一些什么利比利亚的火腿，或者说你喜欢穿一些名牌儿，对吧？服装或者说这个太阳眼镜啊，或者说生活当中吧，就反正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啊，你喜欢用一些优质的产品的，那么在西班牙这边啊，那么你花费的钱肯定比在国内要少。那么差不多是多少呢？应该来说，在西班牙啊，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你每个月开销你花这个2、3万人民币吧，啊，不包括房租啊，我说一下，不包括房租，只是就是用在吃喝上面、穿衣服上面。那么差不多你在国内你最少也要花个5万到7万人民币，就你才能享受到你在这里吃的、穿的，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对吧？就是说优质的啊，不是说那些廉价的产品。那么这个当中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什么气泡水牛奶这个是包括一些像红酒雪茄呀，对吧？这些就是相对来说，嗯，比较优质的我们过去认为就是我们以前反正老人家喜欢说的那类什么进口食品好的东西，对吧？啊，那同样的就是如果你在中国你可以就是享受到比较便宜的服务，对吗？这种比较便宜的服务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手机坏了，你去换个屏幕啊。当然，你在中国你也可以以一个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最新款的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视机、洗衣机什么 iPad 还有什么电脑之类的，对吧？这些东西全是在中国就是电子产品要便宜好多，比欧洲最少要便宜30%。那么你的屏幕坏了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要去维修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个你是可以享受到非常快速非常便宜的这种服务。这个呢，一旦就是如果你离开了，你就没有了这个好处就没有了。那么其他的嘛，比如说你喜欢按摩，对吧？什么中医理疗呀，包括美容院的一些这种什么美容还有什么做指甲啦，反正各式各样的，对吧？还有比如说你说修脚有的人脚上嗯有死皮什么的，他老喜欢修脚，对吧？那么这种服务在这边别说价格问题很多都是没有的，对吧？这种就是我觉得你也会失去的包括不限于什么呢？比如说你要买个衣服的纽扣或者说你要叫裁缝帮你补个就衣服补一下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种呃定个这种换个拉链之类的那么在这边在欧洲，在西班牙这边，这个都是非常昂贵的就我家里面有个沙发有一块地方，就我想让他给我稍微修复一下。我在那个国内我看一下是300块人民币然后我到这边的沙发店里面去问一下，就专门修复沙发的。他跟我说多少？他跟我说是1000多欧元还是2000欧元我都忘记了。反正我就把照片拍了给他看，他就跟我说这个价格所以这个价格是差距是很大的有的你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配把钥匙，对吧？配把钥匙，从500欧到1000欧的都有那么这个在国内可能1/10的价格我觉得就应该就够了，对吧？那么这个也是差距很大的。那么在这边你还能得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上所有的互联网，对吧？所有的网站都没有任何的限制就你愿意上什么成人网站看什么小电影，
或者说你要上一些什么中国一些就上不了的有限制的一些网站，那么在这边你都能上，对吧？这个没什么问题。比如说什么看奈飞节目啊，或者说你到什么油管上，对吧？啊，你去看看一些什么政治评论啊，反正这些东西，这个都你都能上，这个是完全是呃，就是跟国内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在国内呢，你当然会有一些就是有被喝茶的风险，对吧？这个是肯定的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对有些人他就是在乎这个，有些人他不在乎这个，对吧？如果你根本觉得这个东西也无所谓啊，那么这也就是无所谓。但是我个人呢，我觉得啊，就是比如说啊，你说在奈飞上看看电影，或者说那个看一些这种就我们摄影类的啊，有一些什么人体模特啊对吧？啊，有一些艺术上的裸照啊，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说实在的啊，就是嗯、这个在国内啊，就有时候你会看不了，对吧？你也提心吊胆的啊，你也没有办法，对吧？啊，真的有时候就是说啊，你就会怕被误会啊，你一个环境也是一个氛围也是，对吧？啊，就是你可能真的你说你就是想欣赏一下，或者说学习一下啊，那这些在这边都是很自然的，对吧？你别说在什么网站、电影上了，你就在海滩边啊，夏天一到，很多人就跑来啊，一丝不挂的就躺在海滩上，对吧？他也毫不避讳啊，你可以说这是自由开放啊，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些这里的本地的一些特色，对吧？啊，反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啊，我觉得说不上，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喜好，对吧？你像有的就是像我属于还是比较有一点保守的人啊。那你说我在家里面就自己看看一些摄影画册啊，我觉得我会去看的，对吧？啊，但是你让我就跑到山上啊，有时候我都觉得看的有点眼睛发热啊，啊，反正就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啊，就这种感觉啊。包括我自己，我也不太愿意，就是说特别特别裸露的啊，在海边啊，可能这个是个性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医疗方面啊，医疗方面呢，其实这里我要说一个坑啊，就是我用了2家吧西班牙的保险，就没有长期居住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觉得国外的医疗应该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啊，就不管是医疗技术什么，对吧？因为我们经常小时候看香港连续剧也好，还是看那些什么电影也好啊，总是说什么我们要到美国找最先进的大夫去开刀啊，或者说什么这个药在哪里哪里现在有啊，或者说要到什么德国去看病的，反正就你会有呃这种想法啊，可能就在你脑子里面根深蒂固的留下来了。但是啊，就是真的在这边生活久了呢，啊，我不得不说啊，在这边是看病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就说我自己吧，啊，我不得不吐槽一下，就西班牙的这个私人保险公司啊，这个私人保险公司呢，就是你如果只是买一个保险，满足办居留的要求啊，你买个什么无共付的保险，你要去办居留，那这个呢是没什么大的问题的啊，就只要你买这种无共付的保险，付足一定的钱啊，你就可以获得这个保险。这个保险呢，你看看一般的病什么啊，就是什么验个血呀，拍个片子呀，对吧？这种都没有什么问题啊，看个什么感冒什么的啊，这个都没问题的。但是呢，真的啊，就是说你要遇到一些需要授权的问题啊，比如说什么叫需要授权的问题呢？
就像我现在遇到的，需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的检查。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呢，应该在国内叫什么？就叫 CT 吧，是吧？那么这个东西还是 MIR，我也搞不清楚啊，有点忘了。那么这个东西差不多价值200-300欧元吧，应该。就是说医生要拿它来判断这个人的情况，对吧？有些人身体里面的组织啊，比如说我腰不好，那么这个腰这里面到底是骨头有什么问题嘛？他可能要做个核磁共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对吧？就是说我还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医生要来判断做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呢，他给你做这个授权，需要授权的。就医生说你需要做这个检查，他会给你开一张单子，然后这个单子呢，你是需要保险公司给你授权，授权完以后呢，你才能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不然呢，要不就是你自己付钱去做检查，要不就是拖着等他授权。那么我买了保险，我当然想去用这个保险，对吧？我不会自己去花这个钱的。所以呢，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整整14天整整14天。这当中呢，我跟这个客服也打了电话，客服每一次都是告诉我呢，他说最快的最慢的一般也是3-4天快的1-2天，并且呢，他也帮我写了什么投诉的单子什么这种东西的就是到现在就是没有授权。那没有授权呢，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我想来想去，我也不太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只能说这是保险公司它有问题，对吧？那么上一家保险公司反正我这2家保险公司我觉得都是有问题。上一家保险公司呢，其实我也买的好好的，但我没怎么看过什么大的毛病，也没做过，就是连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都没有我只是看了一些普通的这种检查。然后呢，到了第2年就是这个保险公司就改变了策略了他说就是有一些检查，比如说什么抽血什么东西，他要你自己去掏一些钱那么有一些科室，他呢就给你取消掉了，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科室就这个保险公司他在宣传的时候，他说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科室，有没有错？没错他确实就是他覆盖的医院有这么多科室，但是呢，就比如说你家附近1小时的车程有一家医院，这家医院里面呢只有3个科室跟这个保险合作，其他的他不跟这个保险合作。然后其他的这几个病呢，就是你要看了，就是你要到你家边上2个小时车程的另外一家医院去，就是那里的几个科室跟这个保险公司合作，那谁受得了，对吗？那我肯定就果断的我就不买这个保险了，我就换到现在这个保险。那现在这个保险呢，它写的是很好它跟你说什么都涵盖确实这个医院里面什么都涵盖，但是呢，问题就是它给你授权就是很慢，它到现在也没有。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一个200-300欧元，对吧？这样的一个检查都要拖个这么久，那这个保险我明年肯定是不会再用了因为我实际上我也发现就是我在这边我发现不管是在这里的那些北欧人，或者说什么像什么法国德国的那些欧洲的，他们住在这里的，他们买的保险都不是我们看到的西班牙这些中介，或者说日常当中我们看到推的很多的这种保险都是其他的保险公司。已经生活在这里的有移民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医院其实跟几十家保险公司合作，对吧？但是往往在我们中国人群体当中推的最多的那2家保险，这些人是不用的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我明年我肯定也要去换。那么我总结下来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利益上的问题，就是保险公司是肯定要赚你的钱的啊，就你绝对不能，让保险公司受到损失。那么一旦如果就是他觉得有可能你会让他造成损失，那么他就会有他的一些方式，对吧？我是这么判断的啊，因为我的那个保险到今年的就8、9月份就结束了，那眼下也没几个月了，对吧？我觉得他有可能就是给你拖一拖，然后看看你后面就不会去频繁的去看啊，反正就我认为是这么一回事，对吧？嗯，其实我真的也没有啊要去频繁的去看，我只是正好医生给我开这个单子，我要去检查。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医疗的方面呢，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啊。就如果继续要生活在这里的话，那未来的这个保险的费用肯定是要买一个比较昂贵、比较有用的保险啊。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你真的关心你自己的身体，你觉得你真的是要去看病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说不准啊。如果真的就就是你真的生病了啊，如果你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就像这样拖啊拖啊拖，有可能这个毛病就变得严重了，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私立医院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私人保险的。那么还有这边的就是西班牙的公立医疗，对吧？反正就是以前我也看到一些公知啊，他们也会发说，国外的这个医疗有多好啊，就是总之反正就各种吹吧，对吧？那实际上你真的只有就是体验了啊，你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你可能才会知道。这个呢，我个人觉得，我觉得中国的医疗还是做的可以的啊。就你基本上你做任何的检查，对吧？你说你去做个什么核磁共振，你去做各式各样的检查啊，那我相信很多医院都能办到，而且很快，对吧？至于你说医术有多高明，什么专家什么有些病什么癌症看得好看不好之类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就你说真的要得了癌症，可能很多医生都看不了啊，不光是就是国内的，可能国外很多医生也是看不了的，对吧？啊，这就是一个科学话题，不是一个日常的民生的话题。民生的话题就是能不能得到迅速的去看啊，有没有什么就是障碍，对吧？就科学的话题就是啊，你在这个领域里面钻研的有多深，对吧？这是两个话题，我觉得啊。所以呢，公立医疗啊，我就不提了。反正我看到每一个就是公立医疗的那种评价啊，就都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然后这边的公立医疗的医生啊，他们也不满意，他们也觉得自己工作很累，然后得到的收获也很少，回报也很低啊。然后公立医疗的话，基本上你也得不到什么治疗啊，因为你其实很多人他看了一些宣传啊，他说什么在这边反正你就是可以得到公立医疗啊，你免费的，不管什么，你有没有身份，有没有居留，或者说你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缴税，对吗？啊，其实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啊，确实我知道，就是有些人他去通过一些渠道他去申请，然后他得到了一个什么医疗卡啊，但那种医疗卡说句实在的，就其实你是看不了什么病的。只是就是说，呃，比如说你真的发烧了，对吧？你跑去他给你开个药啊，就是仅仅如此。我也问过这边的本地人，就公立医疗你要约个核磁共振需要多久啊？那个回答好像是要几个月还是半年呢、反正是好久好久。那如果说你真的得了一个什么病，那你说你这个公立医疗，你连做个检查你都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更别说看了，对吧？
所以说啊，这只是一个，就是说可能啊，你去登记，他给你登记一下啊，仅仅如此啊。这个是我对这个医疗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当然了，还有就是一个药的问题。药的问题呢，我觉得是确实啊，因为呃，有些说法是说国内现在有些药是买不到的，就是不能有的，对吧？啊，国外的这个药什么有些药是有的，更多一点，选择更多一点，或者药效更好一点，对吧？这个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纳税人啊，就你只是比如说什么非盈利来到西班牙，或者说你是一个呃别就反正你就没有工作没有交税的，那么你的药是很贵的啊，就完全是你自费。这个药要比在中国要贵很多很多啊，就是你不管买各种各样的药都是要贵很多的，这个是事实啊。当然，如果你交税啊，就是你每个月交社保，你有工作，那么你是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优惠。那么这个社保呢，差不多就每个月你要交个几千块人民币吧，啊，几千块人民币。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因为好像聊了一下子也挺多的啊，我下次找机会再聊吧。